Model Y 终于可以在台湾订购咯。Model Y 是不是个值得购买的特斯拉车款呢？ Model Y 跟 Model 3有什么差别呢？ Model 3的车主要不要换 Model Y 呢？想买 Model Y 的人该不该等有第三排的选项呢？ Model Y 比 Model 3更好的4大优点，想看台湾现有的选配整体造型看起来如何，拆圈有什么差别，请继续看下去哦。节目开始之前，我想先拜托大家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。这部片是历时2年的时间拍摄，所以您觉得有用的话，也请分享出去哦。Model Y 表面上看起来就是一个放大版打肿脸充胖子的 Model 3，外观上的确是没有什么很大的差别。不过呢，我们如果仔细瞧瞧的话，其实还是有很多细节上的差异。比如说，我们从侧面看的话，轮胎的周围有黑色的框，那么后面的话呢，黑色的部分也比 Model 3还要更高。而且呢，其实后车灯也有一些差别。这里有一些片段，请大家随便看哦。尾灯的部分是不是很有趣呢？除了尾灯以外，我还想提醒大家 ，Model Y 的挡风玻璃还有前座2个窗户以外的玻璃呢，都是自带颜色的玻璃，这是原厂就有的配备了。车顶的部分也没有像 Model 3中间还有一个横杆，它是把照明灯都移到旁边去，所以整体看起来也非常的宽阔，这也是 Model Y 最迷人的一部分。不过呢，这些细节应该不会是 Model 3车主想换 Model Y 的原因吧？所以呢，我们还是回归主题，到底 Model 3的车主要不要换 Model Y？ 以一个 Model 3后驱长程版的车主来看的话， Model Y 是比较大台，车身也比较宽较高，所以整体坐起来，无论是前座还是后座，我先不管第3排啦，的确是比 Model 3还要舒适很多。由于车身高，上下车也会比较方便，所以呢，觉得 Model 3不够舒适又不想太高调的 Model S 或 X 的朋友们，您是值得考虑一下 Model Y。我想大家都很关心车子内部的构造，还有它的尺寸。那么我们以前已经有拍过一些片段，所以欢迎大家去考古。外观的部分，请参考外观比较，还有前序。内部构造的话，请参考4+1还有4+2。这2部片都有尺寸的测量，还有我本人亲自躺在后车厢的感受，就提供给喜欢露营的朋友们做参考咯。我们当然也有 Model Y 第3排座位的影片，所有影片的连结都在影片下方资讯栏里。另外，我还要提醒的就是，在2021年前购买 Model 3的车主们，您就会感受到明显的外观还有内部构造的差异。例如，在外观上，所有镀铬边的边框通通变黑，前座的2个窗户呢都会有双层玻璃。所有的 Model Y 后车厢都有安装自动开关的功能，那么在2021年前的 Model 3就没有这样的装置。
内部构造及外观的改变，请参考我们的 Model Y 及 Model 3内部外观大改版的影片。我想大家都应该很关心 Model Y 开起来如何。我先生的看法呢，都记录在试驾1的片段。那么我为什么没有说出我的看法呢？是因为我开完 Model Y 实在是没有什么想法。由于我的车是单马达的 Model 3，所以我开 Model Y 的时候呢，它的瞬间加速冲力当然是大了很多。但是我觉得它应该会跟 Model 3双马达的是差不了多少。就我之前开过 Model S 的感想，我觉得 Model Y 也不会特别好开，尤其是开山路的时候，因为它的车身较高，所以跟 Model 3比的话呢，还是会有那么些许的笨重感。所以呢，我的感想就是，如果你是追求舒适感，需要载许多货，你可能可以考虑 Model Y。如果你是有一个大家庭，或是有毛小孩的家庭，那么你也可以考虑等有第3排的时候下定。不过呢，如果你的小孩已经超过10岁了，那就另外一点我想提的就是，由于它的车身比较高，所以很多人反映他们在上下车的时候会被窗户刺到眼睛。那么会让我想换 Model Y 的4大值得提出来的原因如下。Model 3跟 Model Y 的后车厢其实有很大的差别。Model Y 是掀背式的，那么 Model 3它的开口就会较小一些，所以比较不容易摆放东西。因此，我觉得 Model Y 的构造比较适合露营以及载货。Model Y 的空气调节系统已经采用最新的 Heat Pump 系统，比以往的 HVAC 系统效率高出3倍。当然，2021年后的 Model 3也采用了 Heat Pump 系统，所以想要享受较新的科技呢，我会选择换 Model Y。当然，以后的 Model 3也会跟进。Model Y 的方向盘也有加热功能哦，这是除了全景天窗外最让我有尊荣感的配备了。许多台湾的观众一定会觉得这是一个很浪费钱的装置，那么你绝对不能错过 Bio Weapon Defense Mode 这个功能。台湾的空气状况 HEPA 高效过滤网这个功能比是否能够加热方向盘还要更加值得。由于 Model 3车型小的关系，它也是所有特斯拉唯一没有 HEPA filter 的车型。如果您想要清新的空气，但又喜欢 Model 3的造型，就可以考虑 Model Y 咯。整体来说，我觉得 Model Y 是更值得购买的一台特斯拉，性价比高，功能性强。我当初订购 Model 3的时候，还不知道他们会推出 Model Y 这款车型，所以非常可惜。那么为什么我不换的原因，是因为 FSD 这个功能不能够转换过去，这点也请大家要注意哦。目前台湾的官方网站只能预定 Model Y 长程版以及性能版，长程版也只能预定5人座，还有19寸轮胎。我们是不是要等其他的选项呢？我想要先提醒大家的就是，在美国的网站可以看到不同配备的 Model Y 里程数的表现都会不同，所以请大家要评估好里程数是否有满足到自己的需求哦。5人座还有7人座，我先前的影片没有提到的就是5人座其实中间的下方有一个小小的储物柜，这是7人座没有的，所以给你们做参考哦。至于我在台湾官方网站 Model Y 的内部构造预览图上面，我也发现他们的侧门上面有着一个木饰版的装饰边框，而美国的却没有。感谢这位网友在社群里提供的第一手照片，我们可以看到德国出的 Model Y 有木饰边框。从它的照片，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德产的 Model Y 后车厢也有像 Model S 一样的可拆式甲板，门旁的置物格也毛茸茸的哦。从 Twitter 上面，我们也注意到德产的 Model Y 后
后窗也是有2层的哦。接下来我们来看颜色和轮胎的选配部分。颜色的部分呢，只能选择黑色跟白色这2个烂色，内装也只能选择黑色的。搭配19寸的轮胎，看起来如何呢？还有性能版看起来帅不帅呢？我这里有一些画面可以让大家先批判一下。19寸轮胎以及节能盖拆掉的样子，性能版以及20寸大轮胎的对比。我们也找到一台2022年 Model 3性能版，所以2种性能版的轮胎也来比较看看哦。颜色近看的样子，请参考这2支影片哦，连结都在影片下方资讯栏里。至于我要不要选其他的颜色呢？反正大家都要改色了，那就不用再纠结其他的烂色了吧。当然，正版的 Model Y 也是有瑕疵的问题，就别太大惊小怪咯。最后，希望大家都能够买到心仪的特斯拉，也祝大家购车顺利。没有订阅点赞我的频道的人就买到车王哦。这才18，有差别吗？有啊有啊，刚才是20多。哦，是吗？嗯，也好。总之呢，我的感觉就是，这种头就是大众版，这一种头呢就是进阶版，就是这样。你们应该懂我在说什么吧？